经常被自己女朋友拿去喂怪物的男生都知道，在食物缺乏的时代，自己节省2块5的火腿肠能吃2年半，却能把价值8公斤黄金的一盒牛奶给女朋友洗脚。但有时还是往往不如其他男人喂给女朋友的1根火腿肠。这就是末世灾变，全球高温，我被女友和她家人所害。现在是末日爆发的20天前，我居然重生了。我没死吗？凌霄看着这周围熟悉的环境，有些不敢相信地站了起来。熟悉的床单，熟悉的窗台，这是灾难前凌霄的房间。看着日历上的日期，凌霄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上面的时间，慌忙拿出手机看起了时间。2060年7月1号，灾难前20天。我居然重生了！爽！也就是在20天后，太阳黑子爆炸产生的太阳风让全球的温度瞬间暴涨。这场高温会整整持续3个月，河水断流，土壤沙漠化，湖水见底，草木枯死，室外经温度达到了恐怖的90摄氏度。更可怕的是，这种太阳风的辐射会潜移默化地改变蓝星上生物的基因，人类死亡率更是达到了99%。上一世凌霄接济了女朋友的一家人，但为了引开怪物注意，反而把他当成了怪物的口粮，毫不犹豫地把腿受伤的他从6楼扔了下去。这一世，我定要你们血债血偿，百倍偿还，让你们知道洗脚水的滋味是什么。不过在那之前，要先准备一下应对灾难的东西。父母离世后，在江城市留下了一套小区房贷地下室，还有一间门面，能值几千万，存款有10几万块钱。平时我也会下了班跑外卖，赚些外快，但这些钱在末世还远远不够。技能绑定中。而就在这时，凌霄的脑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跳动一下。我操！竟然是前世觉醒的列兵异能，能强化身体，还附带了一个随身空间。空间站中有武器柜、战车停车位、大型库房等，也看到了里面一排排的列兵储物箱。这是列兵储物箱，每个箱子都可以无限制的存放单一种类的物资，数量、质量都不设限。箱子里的时间是绝对静止的，放多久东西都不会坏。一个列兵储物箱可以同时放满10吨泡面，也可以放20吨水，只要是同一种类的，想放多少放多少。上一世，他们那群人就是把他当成了搜寻犬，身形便捷，还能随身装大量物资，去搜寻物资实在太方便了。还得建立一个地下庇护所，才能更稳妥的躲过那高温辐射。在上一世，我省吃俭用的，为了不让女友一家人饿肚子，几乎就没吃过热乎的东西。现在我要把全部好吃的都点一遍。而正当凌霄在那猛吃海喝的时候，外面又走进来一男一女，正是凌霄的好兄弟张文浩和凌霄的女友李雨嫣。二人有说有笑的就那么坐在了隔壁。雨嫣呐，以后你要是喜欢吃海鲜，我就天天带你来当，反正这点钱哥还是花得起的。李雨嫣刚想说话，忽然一惊，凌霄你怎么在这？张文浩下意识的回头，就看到了后面胡吃海喝的凌霄，顿时就有些尴尬。想了想后，他立马一改嘴脸，笑着说道：“哎呦，真巧啊！凌霄你怎么也在？我刚刚正好就遇到雨嫣了，想着吃个便饭。既然你在这，那我们就一起。”凌霄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是刚巧碰到的。李雨嫣看起来清纯的很，上一世就是这个女人提议把她扔下去引开怪物的，因为她死了，她就能光明正大的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而且也不是现在这个张文浩。这个女人不是那种低段位的白莲花，也不是那种放浪的渣女，而是绿茶中的高手，她能潜移默化的吊住周围男人的心。李雨嫣有些紧张的看着他，生怕他真生气，因为这样的话这个月的房租就没人给了。你别生气啊，凌霄，我真的是刚刚碰到他，我本是想买衣服去的，天气要热了。不好意思，今天开始我们就一拍两散，不要恶心我在这吃饭，还有你姓张的，你们爱去哪就去哪。什么意思？你把你兄弟我想成什么人了？你给我说清楚。服务员，给我打包。你看看，刚刚我就路过碰到雨嫣，她说要去买衣服，我说天热了吃个便饭，你就要把她甩了？你是不是人？凌霄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俩戏精，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李雨嫣等会就得哭出声，然后那张文浩会发到他们的好友群里，开始鞭策他。我现在是不会动你们的，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们了？他们必须得经历那种生不如死的折磨，不然我终究回来给什么哦，服务员，点菜。雨嫣，咱不跟他一般见识，等会兄弟们会说他的，你别往心里去。没事，我都习惯了，他总是这样，要是他能像你一样体贴人就好了。谢谢你。随后凌霄从高利贷内用房子抵押贷款了500万，并低价抛售城市2环的门面2500万，那是他老爹奋斗了一辈子给他的家底，并到琼世康工厂定制了1000件防高温辐射特制防护服，要求10天内做好送到他家。你好，这位先生，请问你想看看什么？找你们经理来，我要买的车你不知道。
我要买退役的坦克和装甲车，能不能搞到？钱不是问题。退役的军用装甲车和坦克，这人怎么整这来的？这可是见不得光的。之前都是一些富家子弟喜欢买的当收藏品。有吗？我可以多付你10%的零售价。有门路，不过我们这里没有现货的，得去俄佩斯，而且还能搞到没有拆卸武装的退役坦克和装甲车。凌霄买装甲车和坦克自然是为了应对怪物，3个月辐射期间前往外面就是死路一条。可3个月后，城市就会变成那群变异怪物的残种，而且世界上的庇护所都会变得不安全。经理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生意了，签完保密协议，并给了凌霄一个号码。灾变后，全球温度激增，蓝星上的大部分水会急速蒸发掉，所以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水。现在我有列冰储物箱，基本能无限储存水。一想到高温引发的旱灾，他还是觉得水少了，又来到了周边的湖泊和河流，直接上手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抽了多少。我们到底有什么血海深仇？就因为我点外卖，顺便让你带点东西，就追我6条高速公路，想要弄死我？什么弄死你？你不一直喊杀谁？杀谁？到底杀谁吗？我说的是啥水？啥水？你到底要啥水？你看看手机，我问你一直没回复我。我叫大熊，是你家旁边那栋楼的，有时间来我家做客。我女朋友做的毛血旺从没有男人说过不好喝的，记得好评握亲。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凌霄正是通过外卖定制了大量预制菜和食物，并且网购了大量快递。看着眼前的大米苏七装甲车，凌霄还是很满意的。这是他从拼夕夕和别人拼的团，仅299的价格还是顶配，并且之前汽车经理介绍的坦克路子设备太旧不太满意，凌霄就在淘宝网淘了一辆 T250 长城主战坦克，还送了2斤炸弹。这样在灾变后追上怪物的胜算就更高了。正打算出门的李雨嫣正好看到凌霄在收外卖，他们家也是在这里住的，不过是租的房子。今天早上他是听了他妈的话，打算去城南去找人相亲的。而且昨天晚上凌霄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们得知了凌霄要甩了李雨嫣的时候，正在群里批斗他。李雨嫣还等着凌霄过去给他认错，然后趁机让他把这个月家里的房租给交了。李雨嫣看着凌霄，当即就走了过去，表情立马就变得有些委屈。可凌霄就假装没看到似的，继续让人送着火。你到底什么意思？就因为我跟你朋友吃顿饭？再说了，我跟我前男友出去吃饭，只不过以朋友的身份嘛。你当真不打算处了？如果是这样，你给我说清楚。凌霄回头看了他一眼，冷笑一声，这女人又开始演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还有，别让你弟那个狗东西天天在给我打电话要钱了，我不是他爹，我很忙，别烦我。凌霄说着就离开了。李雨嫣气得转身回了家，也不去相亲。回到家里，那李雨嫣就气得打开了电视，动静被他妈张兰凤听到了。怎么不去相亲了？我托了好大的关系才找到的城南的一个大户人家，不去了，烦得很。我碰见凌霄了。张兰凤一听，当即就皱起了眉头。她闺女的保密工作一向做得很好，她又看了看外面，当即就有些疑惑地说着：“是那个凌霄买的那么多东西？”就是他，还当着邻居的面说不要让我弟天天给他打电话要钱了，还说不跟我处了，说的老难听了。不就是昨天我跟他朋友出去吃个饭吗？不要急，这种没爹妈的煞，说不定遇到什么事抽风了。他毕竟有一间门面，这可是能吃一辈子的东西。你等会接着去相亲，如果遇到好的，谁还稀罕他？好吧。凌霄想着如何打造2个庇护所，一个是在他小区的地下室里打造，他要亲眼看着害死他的女友一家是怎么死的；还有一个布置在他老家村里的宅基地里，后面城市是待不下去的，必须得去人烟稀少的地方。我要打造2个地下庇护所，要用纯钢板的，而且还得有隔音、隔热、防辐射等功效。方案是有的，就是在钢板庇护所里的墙壁上布置隔热层，还有隔音层，防辐射这个弄个隔离层也是可以的。造价的话可不便宜，您看一下。好，钱不是问题，不过我得验完房再结尾款，我先付一部分定金。可以，没问题，我们这里是1/10的定金。给我来2套，一套城里的可以小点，造价2000万，一套乡下的造价1.3亿，定金1500万。我这就给你，16天内必须给我弄好。好的，我们会尽全力给您弄好的。只不过先生，您那个宅基地的要求，还请您细细说一下。
这是我们模型概念图，上下8层，地表6层，地下2层，采用全方位的合金钢板材质打造，毫无死角，一体化的空气循环系统，并设有可循环的高效能源沼气池结构，能和地下生态源能相互循环辅助，形成一体化系统，安全且只有通过庇护所主人的授权才能够进入，防地震、防侦查。凌霄原本想要弄个小型庇护所的凌霄，一听对方的介绍，顿时就觉得格局小了。你跟我去一趟老家，我想重新规划一下，我把周边邻居的房子都买了，你给我弄个大的。好的，可以。来到村里，经过和邻居友好的讨价还价，凌霄以1户5万的天价买下了周围前后3家农房，再加上道路面积，4户总面积得有1000平方米，然后又交了1200万定金。这总价就是2.5亿的庇护所，也是时候该去趟米国搞些武器，和小日子国搞些必需品了。看着朋友圈，凌霄心想，这李雨嫣居然还没跟他说分手，也没找他，就是在朋友圈发了几个自拍照，还配了一段极其伤感的文字：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显然还没有钓到凯子，上一世因为这女人倒霉的男人可不在少数，我倒要看看这一世他打算怎么玩。怀着一丝好奇，他就打开了那个好友群，果不其然，那个张文浩在里面一直在说他不是个男人，不是个东西。我就没见过这么瞎的。他说我跟他对象有一腿，呵呵，我张文浩什么人，大家不清楚，你倒是出来说话啊！凌霄，敢说不敢认是不是？凌霄也笑了，之前真是蠢，怎么会跟这群人当兄弟？你说的都对，我心情有点毛躁，最近家里确实出了点事，能不能借点钱给我？然后凌霄就群发了这条消息：家里出了点事，能不能借我5万？感谢，我是个从来不借钱的，拜托了。凌霄艾特了所有人，打算测测人心，看看这几个兄弟的嘴脸。要是谁真借他钱，他不介意灾难前拉对方一把。群里的那些兄弟一听凌霄要借钱，一群人就开始议论：凌总还能没钱？咋地了这是？难道是肇事了要赔钱？群里人议论纷纷，但就是不提借钱的事。群里的几个女人也都看到了，包括李雨嫣和她的那几个闺蜜。这可抛出一个大瓜。前几天张文浩群里痛骂凌霄不是男人，现在凌霄又跑出来借钱，李雨嫣的脸色很不好看。这个傻狗到底搞什么鬼？女人爱的就是面子，尤其是在闺蜜之间。凌霄看没人借她钱，干脆直接把高利贷的借条拿了出来。我真遇到事了，我也不借多，几万块钱，帮帮我吧，我需要帮助。然后又学着某些大神的方式发了条：急用钱，帮帮我，门面都卖了。说着又把门面的买卖合同拿了出来。那些人一看那个高利贷的借条，顿时就不说话了，群也安静了。李雨嫣也皱起了眉头。欠高利贷也就算了，门面也没了。李雨嫣的表情逐渐变得冷漠起来。她跟凌霄在一起，最主要的就是为了那个2环内的门。几百万的高利贷，光利息1个月都得上100万，门面还没了，真是废物一个，还想跟我在一起？傻！是你先甩的我，我还真要谢谢你了。凌霄，再也不见。仅仅就想了几分钟，李雨嫣就把凌霄拉黑了。可她以后做梦也想不到，这个被她拉黑的人，到后面哪怕她磕头都再也加不上了。既然一个人都没联系我，我以前真是瞎了眼了。哎，支付宝到账1万元。顾期吗？我记得是之前租我们店开花店的，给他免过1个月的房租，现在好像换行业了，都2年没联系了。我这里就1万，你先拿着应急吧。接着还有一个是个叫金妙的女同学发来的，曾经高中的同桌，一个胖妞，曾经毕业的时候凌霄借过200块钱给她，就这感情都能借到钱，凌霄也是有点不敢相信。5万没有，250拿着用吧，我就这么点，我是月光族。一阵自嘲后，凌霄给他们2人要了地址，用他们的钱在网上买了大量的食物和水给他们寄了过去。后面想想还是有点愧疚，他又选了发电机和柴油，还有净水器和工业制冷机、防护服等东西寄了过去，并且又跟他们打了电话，再三提醒近期一定不要出门，再三恳请要囤水，大量的水。什么储存大量的水，安装工业制冷机，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这凌霄是不是感情受了挫折，所以受了点刺激，精神出问题了？给这2个人说完后，凌霄也不再跟他们说。凭借列兵技能的身体强化和列兵储物箱，小日子东京的各大粮仓和百货仓库就好像被什么鬼神力量洗劫过了似的。加上之前囤的货，这下起码够我吃几千年的了。紧接着凌霄又偷偷潜入了在东京占据了1200万平方米最大的一家公司的仓库中，但仅仅偷走了一些光碟。第2天，小日子国的一家上市 AV 公司高层就发现旗下公司核心企业机密作品全部原始碟竟然一夜间全部不翼而飞。有人偷拿东西干什么？网上不是有吗？在末世中，后面就没有网络了，你得把人类的非物质遗产都存起来，这是传承，是信仰，不然这些东西都是要流失掉的。之后，凌霄又在美国合法购买了一些强力武器，因为在上一世，5国等级最高连核弹都能挡住的防空洞竟被一种巨型蚂蚁怪物攻破了，所以武器越强劲，生存几率才越高。怎么这么久啊？刚才有点口渴，喝了点水。
李雨嫣的那个男人好像叫王天，是个官二代，嚣张跋扈的很，底下还有一群小弟。呵呵，想不到这么快就找到下家了。先生，您的2个庇护所已基本打造完成，1个月内请尽快结付尾款。好的。凌霄看着改装后的地下室很是满意，安装了银行那种的防爆密码门、耐热层、隔离防护层、隔音层一应俱全，整个墙体的厚度加起来得有30厘米。最新消息，据相关专家研究统计，全球气温逐渐升高，全球海平面上升，这是旱灾的前兆。专家建议百姓绿色出行，节能省电，请各位群众注意节约用水。上一世也有同样的预警，可惜没人注意，看来这一世也不会改变什么。凌霄一看，原来是李雨嫣的闺蜜潘美妍在群里讨论李雨嫣新男友。雨嫣真是羡慕你啊，找了王天这个高富帅，你们已经官宣了吗？把他拉进群里呀，大家认识认识。李雨嫣有些不好意思，可是还是把那个人拉了进来。而张文浩一阵欲言又止，但也说不了什么，因为李雨嫣确实没说跟他处。我叫王天，以后江城市有事可以叫我，大家都是兄弟。哟，这几个妞长得真得劲啊！当他看到潘美妍个2个大灯时，突然就直了，接着就加上了潘美妍。对了，那个叫凌霄的以后离我马子远点，不要被我逮到你再骚扰他，不然我一定叫人打断你的腿。我骚扰他，肯定是这娘们为了卖惨博取同情，又在瞎编乱造了。那当娘们送你了，我知道你也是玩玩，你不要跟个狗似的在那叫，有种你就来，我就在碧桂园。当凌霄发完这条语音的时候，群里都安静了。过了几秒，王天就在群里谩骂着：“我找死是不是？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来，过来单挑，别在那里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敢来我就弄死你，来啊！”王天还想骂，可是却被他身边的李雨嫣拦住。天哥哥，他借了高利贷破产了，你别跟他来真的。他要真打算拉一个垫背的，咱们不至于最近他脑子已经不正常了。王天听李雨嫣这么一说，心里多少是有点怕的。好，我不跟他一般见识，反正欠了高利贷，等几天自然有人找上门收拾他。2060年7月21号，距离凌霄重生已经过了20天。此时在碧桂园1号楼地下庇护所的凌霄已经早早打开了空调，准备着。在今天凌晨4点，太阳黑子爆炸已悄然展开，好戏开始了。紧急预警！紧急预警！太阳风暴突然来临，请广大群众做好防护工作，没有必要不要出门。怎么搞的呀？怎么这么高的温度，我还要去上班呢？是啊，太热了，这怎么去买菜呀？哈哈，我们公司放假啦，不用上班了。我们学校也放假了，现在在家就上网课就可以了。有没有打排位的？我玩打野韩信。凌霄看着这一幕，也是一阵无奈的摇起了头，显然还没意识到问题重要性。转眼到了中午，自来水厂突然发出通知，因为高温影响，我市水线已低于历史最低值。从明天开始，一天间歇性供水，中午1小时，晚上1小时。此消息一出，一些人就开始变得不安起来了。有的人开始储存水，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水的蒸发速度也变快。谁家有没有中暑药？医院一直电话占线。老天爷，我妈快不行了。我刚刚也有点中暑，弄点冰箱里的冰块，湿毛巾敷一敷，应该会好的。我擦冰箱刚拿出的东西就化了。爆发结束第一天，因为出去抢购食物，就有一些体质差的忍不住。第2天意识到不对的人选择闭门不出，开始囤积大量的水。而此时碧桂园业主群经理徐伟发了一条通知：灾情很快就会过去，大家不要慌乱，也无需采购物资，相信我们的官方。另外招收保安2名。上一世这个徐伟也是这么干的，自作聪明。后凌霄又坐在了沙发上，拿着饮料，打开了他们曾经的群里，果不其然，里面的那些人也都炸了锅了。他妈的，60度，热死个人！你们都咋样了？我们这里也好热哦，空调开了好像不怎么管用，屋子里少说还有40度，去外面一会就头晕。烦死了，我还要去看坤哥哥的演唱会呢。他说这次还带了篮球来，还说要唱 rap。凌霄看了也是一阵想笑，紧接着他就在群里发了一句：谁家有感冒药吗？冻感冒了。凌霄发出来这一句的时候，那些人还以为凌霄是被热傻了，再加上他之前的表现就不怎么正常。哈哈，感冒了？你怕不是热出毛病来了？我说真的，谁家有感冒药吗？你有病啊！你看有人搭理你吗？可就在这时，群里的潘美妍突然来了一句：我家停电了，你们呢？怎么回事？张文浩刚想说2句，可下一秒他只感眼前一黑，空调立马停止了运转。停电了！这时的王天也发了个截图过来。供电局的通告说什么？因为上游的水利发电站水线低于正常运转值，无法生电，从明天开始做出临时应急措施，每天供电2小时。张文浩看到这里的时候，当场就骂了一句：我靠！60度的天，你停电还能不能活啊？天啊！我家也停电了怎么办啊？我天！此时李雨嫣的另一条舔狗王文看着手机也很无奈，平时他本来就怕热，自己是富2代又没有买菜和买米的习惯。而就在这时，凌霄在群里发了一个背面空调自拍照。我说真的，大家都是兄弟，都感冒了，有药没有？一看就是之前的照片，你是不是想找存在感？你觉得你很幽默吗？整个江城市估计都停电了，因为这个城市90%以上的供电都是靠那个水利发电站提供的，
这怎么可能呢？可下一秒，那凌霄就发了一段视频过来。我说真的呀，兄弟们，我最近都没出门，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业主群里都在说什么？我怎么有点晕，有药没有？给兄弟送点来，真感冒了。我用列兵储物箱已经储存了大量燃油发电机和燃料，再加上安装的等离子散数太阳发电机，就根本不会断电。群里那些人顿时就炸开了锅，尤其是王文，他是最怕热的，从小在温室里长大的他，哪里受过这种罪，赶忙发了一句：兄弟你在哪啊？我能找你聊聊天不？之前多有得罪，我去给你赔个不是。可凌霄却直接来了一句：冻死了，上床睡觉去了，明天再说。傻子，有什么好假扮的？过几天就凉快了，凑合凑合就过去了。老天爷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今天还这么热？物业经理徐伟把早上看到的某知名专家的直播视频给发在了群里。今天下午3点就会在市区投放人工降雨，请大家不要担心，这次高温最多就只有几天，大家稍安勿躁。这些专家还真是能害人，他自己说的话，估计他自己都不信。当天下午3点，人工降雨的飞机来来回回在天上飞了3回，但人工降雨是需要云层的。可臭氧层被破坏，云彩都已经变得极为稀少。正当江城的人在地上满脸期待地看着天上那个飞机的时候，只见那个飞机笔直地朝着一栋大楼撞，因为里面的驾驶员已经中暑昏厥了。完了，这怎么办啊？降雨的飞机是自来水厂的，那是不是说后面5天我们一直都没有水？这时的凌霄也在群里来了一句：不是5天，是一直都没有水。你不要在这蛊惑人心，专家都说了，这场高温就只有7天，我代表物业严厉斥责你这种行为。要是7天以后还没有水，我们该怎么活？许经理，咱们小区哪里还有水源没有，或者水井？徐伟当时就愣在屏幕前，他们怎么知道有水井的？想了想，马上回复道：我也在找水井，要是找到的话，一定会告诉大家的。物业经理还真不是人，记得上一世的时候，这个徐伟就找了几个人，占据着碧桂园小区后面那个唯一的压水井，索要粮食和财物，还用水当媒介睡到了小区里的几个美女业主，可后面死的也惨被所有业主用石头活活砸死的。居然是李雨嫣的闺蜜潘美妍。凌霄啊，你家确定是还有电吗？能不能让妹妹过去住住？实在是太热了，我黑丝都粘腿上了。别了吧，男女授受不亲，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是随便的人，过几天就过去了呀，加油！坚持就是胜利。潘美妍看着手机，一阵恼火的把手机扔到了床上。旁边的妹妹潘美美一阵无力说着：姐，她没同意吗？之前我们跟她的关系破裂了。姐姐，我实在热的受不了了，还有5天会死人的，能不能想想办法？她不是跟雨嫣姐谈过吗？让她说说。救命啊，姐妹！我妹妹已经中暑了，凌霄家说不准是有什么备用发电机，我看到他视频里好像家里还有很多饮料，你就让他帮帮我呗。听着潘美妍的话语，李雨嫣也已经心动了。他们家昨天装的水今天都没舍得用，就直接蒸发了一小半。再这么下去肯定是凌霄吗？是我，雨嫣。哦，我在洗澡，你有什么事吗？洗澡啊？你家没有停水吗？凌霄有些假装疑惑的说着。没有啊，我都好几天没出门了，感冒了想洗个热水澡暖和暖和。你有什么事？快点说。凌霄啊，其实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想你。你也是知道我这个人不怎么会表达，我也是知道你欠了钱，实际上我接近王天主要是为了想要帮你。凌霄也是一愣，用一副不敢相信的语气说着：帮我？我知道你欠了钱，可是我也没有多少，我就想办法找人借钱，我这里是有一些了，要不我们见面说，看看怎么把这钱还上。多少钱？你跟王天借钱了？几千吧，我真跟他没什么的，就吃个饭，你现在在家吗？我过去。这娘们还脸上了？算了，我配不上你，你们家里人眼光都高，我都破产了，自认配不上你这种好女人，就此别过吧。说完这句的时候，凌霄就不再理会。可把李雨嫣气得不轻。他家确定是有电有水？确定有，不过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之前我只要一开口他就来了，不就是5天断水断电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还真觉得他能耐了。呵呵，等过了这几天，你看他还嚣不嚣张？李雨嫣轻轻点了点头，可后面等他妈睡着了，他又忍不住拿起手机给凌霄发起了短信，都是几百字的那种小作文，可不管他怎么发，凌霄就是没回他。而凌霄这边就精彩了，他是同时收到2个女人的信息的，潘美妍也在跟凌霄发着。凌霄看着这俩女人，思绪越来越，一个绿茶婊，一个白莲花，上一世害死我的人当中也有这个潘美妍，可你跟潘美妍都说要过来，我家就一个床住不下呀。李雨嫣一听顿时就火冒3丈，好你个潘美妍，你让我去跟他说，你自己居然还私自背着我找他。李雨嫣顿时就想明白，她这是被她闺蜜当猴耍了。论颜值，她那个闺蜜确实长得比她要美一些，而且身材极其的惹火。潘美妍肯定为了去凌霄家里，说了我一些不好的，贱女人敢耍我。正当李雨嫣有些恼怒的时候，她突然感觉胃里一阵翻滚，听到动静的他妈张兰凤和她弟弟天一走了过来。眼光毒辣的张兰凤一眼就看出来了问题，谁的？到底是谁的种？这1个月我没有跟凌霄睡过，一定不是他的，是张文浩的，还是王文的，还是之前那个前男友的？可他们都带了子孙隔离带啊，不知道妈有没有打胎药？谁家里会天天备着打胎药那种东西？这彩礼还没要到就有了崽，谁会给你彩礼？以后还怎么再钓金龟婿？留不得。李雨嫣顿时就狠下了心，开始在屋里蹦来蹦去。喂，快看，有人顶着隔热垫出去了。这就有人顶不住了吗？好像比上一世还要快呀。这难道是世界末日吗？怎么会这样？我们被困住房子里了。发生这种事，我们物业深表痛心。为了杜绝这种悲剧的发生，现在物业提议各位业主每家提供1斤粮食给到物业，物业会给到那些需要的人们。群里那些业主一个个也不敢说话，毕竟物业经理手底下还有7、8个保安。这时候犯不着得罪人，还没等徐伟说完，凌霄就在底下发了一句：之前让我们放心，不让我们投物资的是你吧？说几天就过去了，
现在收物资的也是你，你是狗吗？又是你！1号楼的凌霄，你3番5次影响物业工作，我会处理你的。你不要影响小区和谐。你处理谁？如果不是我们交物业费，你能有饭吃？真以为自己是领导了？谁知道你收了粮食是不是私吞了？你们目前好像一点作用也没有。水井找到了吗？还有粮食？你好意思？是啊，许经理，水井找到了吗？我记得之前小区附近是有一个水井的，地下水应该多少还有点。现在去征粮。好，干他娘的！我早就看那些业主不顺眼了，装什么？有人在家吗？物业的，开下门。地下室的凌霄也已经通过监控看到了这群狗腿子有人不开门，他们就撬锁。这就是凌霄的地下室吗？我擦，这是什么锁？兄弟们，给我撬锁！死人了，杀人了！我的乖乖，凌霄杀人！很快，凌霄把老王炸死的消息就传到了群。你居然敢杀人！我已经报警了，你这个凶手，你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谁给你的权利来收我们的粮食？你这是抢，你们不来会踩地雷。还有那超市的东西都被你弄来放物业仓库了，你打算把所有业主当猴耍是不是？不要惹我，否则我绝对会弄死你！一群人议论纷纷，但所有人都知道了一件事：不要惹1号楼的凌霄。一部分人听说物业仓库有尸的后，当天晚上就去抢。徐伟是想来他们的，可是他不敢，因为他看到了那些人手里有开刀，更害怕那个凌霄出来弄死他。这么多潘美妍的信息，肖哥哥，人家真的好热，一晚上都在想你，你能不能让我过去住几天？我就住几天就走。可昨天李雨嫣她说她要过来啊，我这地方想过办法。潘美妍看到凌霄回她，当即大喜过望。她也看到了群里的消息，当即就猜到凌霄一定是住在地下室，所以不怕热。肖哥哥，你昨天真勇哦，我真佩服你。我也早就烦死那个徐伟了。对了，肖哥哥，你不知道我之前听雨嫣说，她看上你就是为了你的门面，我发誓。当凌霄听到潘美妍在那讲这段的时候，整个人都笑了。绿茶婊跟白莲花的决战开始了。后面他又讲了李雨嫣没认识凌霄之前的事，内容极其的狗血。他之前下了班是去凯撒宫当鸡的，而且属于388的那种价位，你都不知道。还有之前他说他出差，其实都是上门服务去了，一去就是几天，一天就980。